一位50多岁的李先生一坐下来就满脸愁容的跟我说：医师，我是不是完蛋了？我一个晚上起来尿5次，根本睡不着，肾脏是不是坏了？我是不是要洗肾了？我先帮他安排检查，结果他的肾功能其实完全正常。真正让他崩溃的原因其实很常见，睡前的一颗药、咖啡，加上晚餐吃的比较重口味，调整之后2周回诊，他整个人轻松很多，还笑着说：现在终于可以一觉到天亮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明明没有喝很多水，却还是半夜一直跑厕所，甚至有些人一个晚上3次、5次，早上起来比没有睡觉还要累。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真的不孤单。在门诊里，夜尿一直都是前几名的困扰。医学上，只要在睡眠期间因尿意醒来，就称为夜尿。而在临床上，如果一个晚上达到2次或2次以上，通常就会开始影响睡眠和生活品质。对长辈来说，夜尿不只影响睡眠，半夜起床也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今天不讲太硬的医学理论，我整理了9个改善夜尿的小技巧，不用花大钱，从生活小习惯调整开始，就有机会慢慢改善睡眠品质。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护肾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守护肾脏健康。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很多人以为夜尿是因为膀胱容量不够，但其实多数情况刚好相反，是身体在晚上制造了太多尿液。技巧1：睡前限制水分摄取。有些人深信睡前一定要喝1大杯水才能预防中风，但其实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科学根据，结果反而是每晚起床4到5次，睡得很破碎。在这里教大家第一个技巧，设定喝水截止时间，建议在睡前2个小时就开始减少水分摄取。如果真的觉得口渴，最多大约喝1杯约200cc 就好。如果是睡前需要吃药，也记得只要小口喝水，把药吞下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大量补水。技巧2：避免刺激膀胱的饮品。有些人习惯睡前喝1杯红酒放松，或是晚餐后来1杯热咖啡提神。咖啡因跟酒精本身就是很强的利尿加膀胱刺激物，不只会增加尿量，还会让膀胱变得更敏感，结果就是一点点尿意就想跑厕所。建议下午之后可以慢慢改成无咖啡因的花草茶，或是干脆减少睡前小酌的习惯。技巧3：减少盐分摄取。有些人晚餐口味偏重，结果半夜就一直跑厕所。吃太咸会让身体容易口渴，进而喝更多水，最后自然增加夜间尿量。建议1天盐分控制在6克以内，通常就能看到改善。技巧4：控制血糖。如果你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要注意，就是血糖控制。当血糖偏高的时候，身体会透过尿液把多余的糖分排出去，这个过程会带走水分，就会让尿量变多，夜尿也会更明显，也就是所谓的渗透性利尿。所以很多人以为只是晚上水喝太多，其实有时候根本原因是晚上的血糖没有控制好。把血糖稳定下来，夜间尿量往往也会跟着改善。技巧5：改善下肢循环。有些人白天久站或久坐，到了晚上双腿会出现水肿的情况，一到睡觉又开始频繁跑厕所。白天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水分容易累积在腿部形成水肿，但到了晚上躺平之后，这些水会慢慢回流到血液循环里，再被肾脏处理成尿液。如果本身有腿部水肿，可以在傍晚穿上医疗级的弹性袜，或把双腿抬高，轻轻按摩一下，让水分在睡前就先回流一部分。这样一来，晚上就比较不会被一波又一波的尿液叫醒。聊完减少夜尿量，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没有想过的重点：怎么尿？对，在门诊，我常跟病人说，
上厕所其实也是有技巧的。技巧6：睡前双重排尿法 （Double Voiding）。一位李阿姨跟我说，她每次睡前明明已经去过厕所，但一躺下来没多久，又觉得膀胱胀胀的，好像还没有尿干净。很多时候不是没尿完，而是膀胱里其实还有一点余尿。双重排尿法做法很简单，睡前先正常排尿一次，然后站起来走动一下，稍微活动，再重新坐回马桶上第2次。这个小动作常常可以帮助更完整排空膀胱，减少余尿，让你半夜比较不容易被尿意叫醒，睡得也更久一点。技巧7：凯格尔运动。有些人只要半夜一点点尿意，就会立刻起床冲厕所，但这样久了反而会让膀胱越来越敏感。这时候可以试试凯格尔运动，做法是半夜突然有尿意的时候，先不要马上去厕所，停在原地做3到5次骨盆底肌的收缩，同时配合深呼吸，稍微转移注意力，等尿意缓和一点再去厕所。但要特别提醒，如果你尿意很强烈，或是走路会不安全，那还是要直接去上厕所，不要勉强。如果这样持续练习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后，膀胱会慢慢学会可以撑久一点，夜间起床的次数也有机会减少。最后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有时候只要做一点调整，就有机会明显改善夜尿的问题。技巧8：检视整体用药。如果你有在吃利尿剂，一定要避免在睡前服用，建议和医师讨论，调整到白天，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有些降血压药物，例如阿莫地娉，是常见会造成下肢水肿的药物，间接让晚上尿量增加。临床上常见的情况是，病人带着整包药单来门诊，我们只要稍微调整用药时间或更换部分药物，夜尿次数就有机会明显改善。有些人甚至会几乎消失。这个技巧重点其实很简单，吃药时间要对，药物也要重新检视。请记得带着你的药单和医师好好讨论，这往往是改善夜尿很关键的一步。技巧9：睡前泡脚。最后再分享一个很多人觉得蛮有帮助的小技巧。有研究发现，睡前让身体稍微温热，改善下肢循环，可能和改善夜尿有关，特别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下肢循环比较差，白天水分容易积在腿部，晚上躺下后才慢慢回流，这可能会增加夜间尿意。所以睡前温水泡泡脚，顺便按摩小腿，其实可以当做一个简单的辅助方式。不过效果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有效，可以当做低成本的方式尝试看看。听完今天的分享，你会发现，其实改善夜尿不一定需要什么昂贵的偏方或复杂的疗程。我一直强调的理念是极简护肾，先从生活里最小、最容易调整的细节开始做起。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不需要今天就把这9个技巧全部做到完美。比较重要的是开始。我会建议你今晚先挑一个最容易做到的就好，例如睡前2小时减少喝水，或是傍晚抬腿20到30分钟。只要愿意持续做下去，很多人其实会慢慢看到改变。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让你突然有种原来是这个原因的感觉，也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个常常说半夜一直起来上厕所好累的家人或朋友。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打算今晚从哪一个小技巧先开始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睡眠，因为你值得拥有一个一觉到天亮的夜晚。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